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位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今年大家说的最多的话，不是什么游戏机没有游戏玩了，而是这个游戏机它吃灰了。不过说真的，对于游戏机这种设备来说，它吃灰是最平常不过的事。让游戏机吃灰的原因有很多，可能你找到了一台比它更好玩的游戏设备，有可能因为工作的繁忙而导致你无法聚精会神的去游玩游戏。而对于我自己来说，由于做了游戏区的 UP 主，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对某些游戏不感兴趣，也要硬着头皮去尝试一下。而在这尝试的过程中，总能玩到一些很新的东西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以玩家的角度来聊一聊，究竟应该怎样让游戏机不再吃灰。游戏设备归根结底还是用来玩游戏的，所以我就先来展示一下，在近年来我在这些设备里最喜欢玩的有哪些游戏。大家可以通过弹幕来讨论一下，你们喜欢玩的游戏又是哪些呢？先从我今年开机率最高的 Switch 主机来说，今年在 Switch 上玩到的游戏可真不算少。但要说我在这个平台玩到的最开心的游戏，还要数今年的《异度之刃3》了。游戏无论是画面还是剧情，在 Switch 中都已经达到了一线的水准，基本没有门槛的角色转制与游戏要素极多的战斗系统，让喜欢 JRPG 的玩家在本作中绝对能大饱眼福。不过要是你认真干起来的话，就会发现游戏的可玩内容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。主线支线全部清完，再把 DLC 的大师任务也都做了个七七八八以后，那么在明年的大型 DLC 发售之前，这款游戏基本就可以说是封盘了。那么另一款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游戏就是最近发售的这款《最终幻想7：核心危机》重聚。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本作属于那种换汤不换药的作品，但是对于非常喜欢原版游戏的我来说，这就足够了。如果对这款游戏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看我上期视频的评测。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我不是那么喜欢玩，但是还是坚持玩下去了的整体质量较为一般的作品《宝可梦猪》。要是硬说的话，我对宝可梦的情怀也没有那么的高，对于刷图鉴和排位赛来说，我都不是非常喜欢。就这么说吧，当初买珠子完全就是因为阿尔宙斯让我玩开心了。但是这款游戏的运行效果显然是达不到阿尔宙斯的水平。不过这款游戏的可玩内容的确也算不上少，怎么说呢，就是给人的一种不是很喜欢但又并不完全抵触的感觉。如果你没有任何 IP 情怀和系列基础的话，那么这款游戏我是强烈不建议你去尝试的。那么时间关系，每个平台我只总结3款我喜欢玩的游戏。那么今年我开机率第2的机器应该就是我的 PS5 了。可以说今年一整年我都没有在 PS5 上玩到或者买过什么新游戏，除了年度最佳游戏《艾尔登法环》。可以说今年上半年完全就是因为《艾尔登法环》我才让我的 PS5 开机了。在庞大的交界地里，每个角色编织出的不同的故事，都让我一度沉浸在《艾尔登法环》的游戏世界观里。开放世界地图中埋藏的一个又一个陷阱，一个又一个惊喜，以及不同 BOSS 不同关卡的逃课方法，让我真真正正的忍不住的去探索了交界地的每一处土地。除了画面的硬水平有些拉胯以外，这款游戏的其他内容真的是做到魂系玩家的心里去了。那么另外一款玩的比较久的游戏就是我们的赛博朋克2077了。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已经买了这款游戏，但是由于对这个题材不是很感兴趣，所以索性就放在库里一直吃灰，直到看了今年的网飞衍生动漫《赛博朋克：边缘行者》，真不是跟大家吹牛逼，真是太好看了，强烈给大家安利一下。当然我也是相信大家基本也都看过或者听说过了。也正是因为看了这部动漫，所以我才把2077它下了回来。那么不对，今年 PS5 我好像只玩了这2款游戏。那么 PS4、Xbox One 和 PS2 可以说是吃了一整年的灰。当然他们只是不玩游戏，但是去干了别的事情，这个一会儿再跟大家细说。在 PS3 平台，我今年只玩了最终幻想13，整体体验还算不错，但是对于这一个老机器的运行效果来说，确实还是有些勉强了。可能也是因为被新机器惯坏了，回头看 PS3 这种疯狂掉帧的机器来说，确实是会让游戏的体验打很多的折扣啊。那么13-2雷霆归来还没有完全通关，所以这边就先不给大家做评价。而 VU 主机的话，现在不在我的手上，但是今年我玩的最多的游戏依旧是这个《异度之刃 X》。不过就这么跟大家说吧，游戏的整体体验较为平淡，没有这个正传那么样的跌宕起伏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掌机平台。在掌机平台里，我开机率最高的应该就是 3DS 和 New 3DS 了。这2款机器上玩的游戏都大差不差，无非就是密特罗德、萨姆斯归来，以及最近给大家推荐的像附身笔记这样的游戏。对于像 3DS 这种机制比较特殊的掌机来说，我更希望去玩到的不是什么家平台都有的游戏，
而是去玩到一些比较独特的、富有游戏性的作品。所以最近的话，可能也是会比较多的去做一些 3DS 的游戏推荐。那么 3DS 的游戏我也是基本都会做出视频来的，所以这边就不先为大家剧透了。我们来转向看今年我开机率不是非常高的几个机器啊。首先就是我们的 NDS 了。说实话，如果不做视频的话 ，NDS 对我来说就是宝可梦黑2的启动器或者叫专用机。作为宝可梦最后一代像素作品，本作的这一个像素的精灵动画可以说是做的非常的有灵性，用精致2个字来形容毫不为过。而且整体场景是用 3D 场景和2D 人物来展现的。看到前几年的八方旅人的时候，我其实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部宝可梦作品。本作算是 GF 最有良心的作品了，如果想入坑宝可梦的话，这部作品肯定不要错过。再然后就是 PSP 中我今天玩的游戏可能也就是最近的这部《最终幻想7：核心危机》了。受了重置版的影响，我也是主动去回味了一下这部原版作品，只能说玩了重置版以后，原版就有点回不去了。其次就是 PSP 中的 GT 赛车1了。其实今年我也是在 PS5 中尝试了一下 GT 赛车7，但是这款游戏其实并没有带给我特别好的正反馈，可能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因为我比较菜。但是这款游戏的确实没能带给我什么获胜的游戏体验。而这款 GT 赛车1对我来说也是同样玩起来很费劲，但是还是会去尝试一下的作品。再来就是 PSV 了 ，PSV 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啊，玩到的游戏也是来来回回那么几款。今年我玩的最多的是陇村正，香草社的陇村正啊。总结起来就是画面精美，打击感超棒。其次就是我们可爱的4只小邮差了。这款游戏不仅灵活运用了 PSV 的双面触控，还用上了 PSV 的正面摄像头，把你的大头拍进游戏里，带给你非常恶搞的游戏体验。游戏的整体氛围轻松有趣，如果你有 PSV 的话，这款游戏你是绝对不能落下的。好，说完了这些我用到了的作品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那些我没有用到的，我是怎么处理的。首先是 Xbox One， 作为上世代除了 VU 以外机能最拉的机型，它的游戏体验无疑也是最离谱的。所以说对这台机器来说，我对它的游戏性是不抱多大期望的。但是作为上世代价格最低的产品，而且还有 XGP 服务，低廉的机器价格加上低廉的游戏价格，让它非常适合成为学生党的第一台游戏主机。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它的用处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。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我们家机顶盒坏了的期间，充当了2个月的机顶盒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它作为机顶盒的这个功能是非常的好用的。甚至于在当时 Xbox One 宣发的时候，宣发的都不是它的游戏功能，而是它作为一个机顶盒有多么的好用。有一款既能上网又能看电视打游戏的机顶盒，不觉得很酷吗？而吃灰的 PS4 则要和我吃灰的 PSVR 1放在一起说了。大家也是可以看到，我的房间其实并不大，而能留给我打游戏做视频的地方也就这么一点点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想组一个小型的影院效果，那么 PSVR 1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要知道，现在的 PS 的媒体播放器支持播放 MP4、MKV 等非常多格式的视频格式，甚至于它可以播放360度全景的 VR 视频。虽然可能 PSVR 1代的游戏性没有那么优秀，但是用它来看视频、看电影还是非常带劲的。虽然是 1080P， 但是戴上头显、插上耳机的影院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其实不只是 PSVR， 拥有裸眼 3D 的 3DS 也能用来看一些奇奇怪怪的 3D 电影。不过资源相对于比较平常的 MP4 来说就会比较难找。除了这些传统的游戏主机和游戏掌机，今天我还入手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玩的设备，就是这款 Windows 掌机。我选这款机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体型非常小巧，甚至和 Lite 差不多，比 Switch 还要小。而在这样的体积下，它依旧能做到用30帧的水平玩一些像漫威蜘蛛侠、赛博朋克2077这样的3A 大作，也可以用来60帧 Apex 刷一些日常任务，甚至它还能以60帧的效果流畅运行像鬼泣5这样优化较好的3A 大作。而对于像缺氧、僵尸毁灭工程这样的小体量独立游戏来说，更是可以流畅运行。不过硬伤也是有的，那就是它的续航非常的拉，功耗开满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歇逼了。所以你要说它有那么的好用，其实也不见得。如果你单纯为了打游戏而出门的话，那么我觉得你带上一个专业的游戏掌机就足够了。而对于我这种宅在家里的土狗来说，基本就是一直插着电，所以也不会去考虑续航什么的。那么对于我来说，今年对于游戏机的规划就是这些啊。那些吃灰的掌机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独属于他们自己的游戏，像是 PSP 可以完美模拟 PS1，3DS 除了打游戏还能来看裸眼 3D 电影，NDS 可以当做一款纯正的 GBA 模拟器。这些游戏掌机即便不打游戏的时候，也可以有更多的发展方向，但最后要用在什么样的方向，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选择。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案，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游戏，也是可以在评论以及弹幕多多讨论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三位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